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要请问一下罗师傅啦，超新星是什么意思？超新星的话，我们一般讲太阳是什么？是恒星嘛。那恒星其实它会有某种程度上面的核融合，或者是电辐射啊，或什么而产生一些爆炸，或者是让它能够发亮的一个能量的一个转换状态。对。那超新星呢，则是当我们这个太阳，也就是这个恒星，它已经开始要渐渐走向灭亡。就是这颗星星要死掉的时候，其实它的爆炸的那个反应威力对威力或者它的明亮度会更加的惊人或明显。那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称之为超新星。讲得非常的好。为什么要说这个超新星？就是跟我们要讨论的电影有关，它就叫做 Supernova， 永远的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不要忘了按赞、分享、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那同时呢，我们在每周三节目首播完之后，在礼拜四，也就是隔天，我们会在 Podcast 上架我们的节目《解封吧耳朵》。骆师傅不知道知不知道，就是演失智症很容易得到奥斯卡。真的是这样哦？对啊，因为像今年2021年的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就是父亲嘛。那个安东尼·金斯嘛，对不对？前几年呢，也有一个演失智症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哦。谁啊？啊，我知道那个毒枭，对不对？那个 Kingsman 第2集里面的那个毒枭，那个叫什么？朱利安·摩尔啦。对，朱利安·摩尔。Oh my god， 这个名字记不起来是不是？对，我跟你讲，我有记人脸跟记名字的障碍。其实不是，希腊神话那么多，那个神你都记得起来了，这个朱利安·摩尔记不起来。对，对，朱利安·摩尔，因为我想念我自己这部片，她演个失智症，她也得了最佳女主角。可惜的是，在这一部《永远的我们》就是 Supernova 这里面。也有一个骆师傅非常喜欢的男演员，叫做史丹利·图奇呢。可惜的他演得很好，居然也没入围啊。是哦，所以就是没办法，要不然的话，我想说，那我也去演一个失智症好了，这样我同时可以当最佳男主角的话，还有最佳新人奖。你应该不是得失智症，你是妄想症。看完这个电影之后，骆师傅有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我非常就是喜欢这部电影，是除了它的整个电影的氛围，然后还有在情绪上面的一个细腻度以外，它没有很洒狗血，可是它让你感动，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路数。然后再来就是画面很美嘛，这个也就没有。那个英国的乡间风光真的是好美哦，真的很美。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牵扯到的是失智。然后以及就是同志伴侣的这个议题，但是呢，有别于一般我们想到的同志电影的那种悲情啊，或者是说刻意的要去表现五光十色啊，或者是很花枝招展的这一面，其实我觉得他是用一个很稀松平常的，就今天即便他们是一男一女，或者是2女，其实这个都可以成立。我个人认为他是巨蟹座。不是巨蟹，不是，是射手座。哦，射手座，好，姐夫这个后面的这个答案合理很多，而且表示那个姐夫越来越厉害，这样子都有听。现学现卖而已。对对对，的确啦，就是我们在整个片里面看到很大量的一个射手元素，因为他们一直不断的在旅行，而且他们也一直不断的在讨论下一趟旅行要去哪里。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射手座，我觉得是一定有它的相关性的。那再来的话，其实我们会看到，就是他在里面讲到我们之前讲的失智症议题，或者是疾病方面的议题，那又是同志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会某种程度上觉得，可能会跟双鱼
或者是天蝎有关系。但是双鱼，我们之前有讲的，就是双鱼是跟同志有关，我们会联想到双鱼，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其实同志他只是一个他的角色设定，但是我觉得他并不是重点。对，其实这也是后来我在观影的过程中，我渐渐觉得同志的这个能量元素，其实它只是一个皮，或者是一个它的外面的一个设定，就像它的片名其实是一个很宝瓶座的名字，它就是一个 supernova， 是一个天文相关的很宝瓶很科技的的一个能量，但实际上它要讨论的是什么？其实讨论的是死亡，不管是面对疾病或者是生死，其实这都是我们的天蝎所守护的极恶宫位它主要探讨的一些议题。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它其实里面糅合了很多射手加上天蝎的一个能量的一个结合。我只能说呢，我们节目呢，是恐怖片。刚刚听你在讲的时候，其实我就顺手查了一下，永远的我们首映日，它其实是在2020年的11月22号。11月22号，所以就是天蝎跟射手的交界时候啦。你看，恶不恶心？因为我一直印象中你跟我讲它是5月多啦，对，然后所以5月多那个是什么？5月多啊，5月多是台湾的上映日是台湾，所以它全球是在11月22哦，那还蛮符合。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聊一下这2位非常厉害的演员，他们的在剧中的角色 Tusker 跟 Sam。我们先从 Sam， 就是柯林博斯他演的魏王人这个角色。魏王人的这个角色，对。好。那如果讲到 Sam 的这个角色的话，一开始我会先从他的人物设定。他人物设定的话是一个音乐家，然后是一个钢琴师 ，maybe 跟金星守护的星座或者海王星守护的星座会有关系。是什么呢？金星的话可能就是跟金牛或者是天秤，海王星的话可能就是双鱼嘛，毕竟都管美或者是艺术。可是其实从整个电影里面，他的整个角色形象塑造，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其实是比较温暖，可能会像双鱼有多一点。但是呢，我们在里面又看到了一件事情。等一下，我原来看完之后，我觉得他应该是双鱼啦。为什么呢？对啊，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 sensitive， 对于男友很牺牲奉献的这样一个角色。没错啊，的确，如果你从牺牲奉献这个角度，其实他真的是跟海王星还有双鱼的这个能量去做直接的呼应。当然，其实我们在剧里面，我们有看到他更多的一些互动跟他的一些想法，你会发现他一直都是处于一种你不要丢下我，你不要让我一个人，我要留住你，我要一直在你身边，我要扣住你。然后，而且甚至他会觉得，在整个旅程中，他是最多次提到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的一个角色。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说，家这件事情，而且是回到他认为的那个家的事情，对，其实是他很重要、很关键的一件事情。而且第二个，他又会觉得他必须要扣住你，突然那个钳子要出来了。对，没错。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讨爱的一个巨蟹座的一个男人的表现。那其实我们之前在讲到在父亲的时候，我们有讲到说，很适合照顾人的星座的确是双鱼跟处女以外，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巨蟹，它是我们月亮，也是我们的母性的一个行星能量的代表。所以讲到照料的时候，其实巨蟹也不能够忽略，只是说在于那种非亲非故的照料上，可能处女跟双鱼的那个强度会比巨蟹强。但是今天我们讨论到的是一个我们朝夕相处的家人、亲人或者是伴侣的时候，那完全就是一个巨蟹的能量可以发展的领域了。骆师傅觉得 Sam 他会是一个比较巨蟹座能量比较强的一个人。对啊，而且你看，就是巨蟹的上一个星座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双子，然后下一个又是狮子，它夹在2个音乐之神守护的星座之间。不当钢琴家也难了，好吧？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聊的这个叫 Tusker， 他在剧中的设定，他是一个作家。在还没得到早发性失智症之前，他是一个
较活泼的人，是比较外放一点的人。然后在剧里面我也看到他是比较会 social 的那样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他是天秤座。天秤座 ，OK， 好。那其实我会觉得我看到的点其实是说，塔斯克他其实在片中，首先他的设定是作家。那作家这个部分，关于写作或者是说关于传播书写的这部分，其实由我们的双子座去做守护的。那只是说呢，他是怎么样的作家？的确，他就是一个比较跟人会 social， 然后会比较多一点的互动。所以我会觉得说，可能天秤、射手也都有可能。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说，他写的书，他写的作品是怎么样呢？是大家都看得懂的，或者是说很简单的，或者是说很难的，大家看不懂的。有讲吗？有，他们在餐桌的那一场景的时候，因为其实他们会讲说，我期待你的新书，然后结果他的那个亲戚的老婆就说，你又看不懂，他写的东西很深，你又看不懂，你干嘛这样子？他说，但我就是期待他的新书。所以从这个小小的细节，你可以看到说，其实塔斯克他之前要写的东西，其实并不是那种那么的 popular， 或者是说那么easy reading， 就是大家都能够很容易看得懂的。所以这时候我又会觉得说，他可能他的太阳可能会在射手或者是宝瓶这两个星座会有可能。那再加上你会看到他的兴趣是什么？他的兴趣是什么？Hello， 他的兴趣是关心，对，观测星星。他的那个 Sam 的天文知识、观星知识都是他教他的，所以这是很直接的，就是一个宝瓶意象。所以其实从他的写作风格、兴趣，然后以及他最后他对于死亡，他是什么？他要自由，他是可以切割的，他可以去做这些事情。他是一直想要离开，因为他会觉得说，当我变成我都不认识我自己，当我的心灵是不在的时候，那个人已经不是我，我不要让你看到我这个样子。所以即便我看到你已经哀求我哀成这个样子了，我还是要跟你切割。如果今天是一个天秤座，天秤座是我们12星座里面最难去切断关系的一个星座。就杰夫你刚才讲到天秤座这件事情的话，他很有可能会去迁就 Sam， 而让自己继续活下去。可能会是说把 Sam 毒死了之后自己再死。那可能跟天蝎比较有关系。好，对，所以因此在 Task 的这个角色，骆师傅会觉得他应该是宝瓶或射手，对不对？对，很多不管观众也好，听众也好，就会想要知道说，宝瓶配巨蟹，或者是射手配巨蟹这样的伴侣组合，骆师傅觉得怎么样呢？好，其实如果说就整个星座能量来说，不管是宝瓶配巨蟹，或者是射手配巨蟹，它其实都形成一个我们俗称，就是我们称之为5/12的一个相位。那这个相位这个相位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太妙，感觉有点厉害但是我们之前其实也提过这个相位的组合，在我们的消失的情人节那一集里面，我们提到的是金牛配射手，它其实也是一个5/12的一个相位，它算是一个接近于对分相，也就是对分克相的相位能量。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难道克相就不合吗？其实很有趣。很有趣。等一下，凡夫俗子都会觉得是不合。对，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们应该就是土象星座配土象星座，水象星座配水象星座，这样是和谐相是最合的。但是我们会发现那个12/5相位其实还蛮多人的，包括就是我们最近一直很常讲到的我们的男子双人羽球冠军的领养配，他们也是12/5的狮子配摩羯。那他也刚好是周杰伦跟昆凌他们的星座，所以周杰伦跟昆凌也是12/5的相位。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或者甚至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或者是我接触到的一些諮商个案，其实你会发现他跟他的伴侣往往都是一个对分相，或者是甚至是4分相的克相。那为什么明明是克相，可是问题是却又造就了很多的伴侣？为什么？这就会变成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如果说我跟你我们的相处太和谐，我们就会觉得这很稀松平常。可是如果今天
我们的相处关系充满了一些挑战，或者是充满了一些困难，我们就会突然激发起双人的斗志，然后要去克服一些事情。那12/5的这个相位，其实在占星学里面，它是一个最近似于对分相的一个相位。对分相是什么？对分相是我们的价值观是两边南辕北辙，但是我们关注的事情是同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一直不停的去找一个平衡点。你要说互补也好，或平衡也好，那这个能量其实是仅次于我们所谓的合相。合相就是什么？两个都是金牛座，两个都是双鱼座，两个都是天蝎座。合相它也不一定说那就真的合咯。对啊，合相的话，它是一个集中带凶的一个相位，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像如果我们两个都是金牛座，可能我们两个都很务实，很会赚钱，但是我们两个都很固执。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在很多事情上面，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协调好的时候，有时候会太固执，会有一些状况。那所以相对的，最近似于合相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提到的连宫星座的组合。是，对，所以也就是说，合相跟连宫它们是一个很强的能量场，所以相对的仅次于它的对分相以及12/5相位，它也是一个很强的一个能量场。所以也就是说，12/5或者是对分相位的两个人，其实他们有很多时候他们要找的是平衡点。那只是说12/5的这个平衡，或者是他们的矛盾点，不像我们的对分星座一开始就这么的一翻两瞪眼，他们可能就是会需要经过一些事情，或者是经过一些状况才会发现，然后发现了之后，他们一起去做这个解决。不管是谁追不上谁的程度，或者是说谁跟谁的落差很大，他最后还是会去设法去想办法解决这个部分。虽然说他的确也是有他的困难，或者是有他的难点，但是他却也是一个能够激起就是双方的一个斗志的。我自己认为就是说，不管是克相也好，合相也好，当你们中间会有问题的时候，两方是不是能够去对于这个负面的这个状态保持一个比较平常心，或者是想要解决它，或者是把它导正成另外一种想法的一种心态，就是另外一个比较正面积极的方式去面对你们之间的不一样，而不是比较强硬。因为其实不管是12/5或是对分相的星座组合，他们最忌讳的是什么？最忌讳的是一方要坚持当自己。这个是最容易导致关系出现问题的，反而就是他们能够平衡这件事情，是对宫或12/5星座可以去做的课题。对啊，像举例来讲好了，例如说你的伴侣非常喜欢查情，就是无时无刻在查情，但是你自己如果把它想象成说是他非常关心我，或者是他非常爱我，无时无刻一定要听到我的声音，看到我的人，那这样不就好了，对不对？对啊，有些人就会觉得他很烦，或者是怎么样，调整啊，就是说还是偶尔让你查一下，但是如果太查的时候，还是要反映出，因为毕竟就是我觉得对分相或者是12/5的相位遇到的那个难题都没有4分相来的多，所以其实我觉得都比较好解决。对，那反而4分相有比较多是我们要一直积极的努力的去，等于是一个永远处于磨合期的一对伴侣关系。那如果说怕无聊的，或者是觉得不想要关系太平稳的，可以挑战一个就是4分相的星座组合的那个伴侣，这样子。好了，如果说你是巨蟹配射手，或者是巨蟹配宝瓶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那个骆师傅的那个说法。因为其实你在剧中，你也可以看到 Sam 跟塔斯克，他其实一直在讨论，一个是要自由，一个是要回家，一个是要死，一个是要他留着。可是你看到他们最后 Sam 讲了最后一句话，让我陪着你。所以其实他也去做了某种程度上的折中跟让步。对啊，所以其实这就是12/5或者是对分相的伴侣关系里面可能会要遇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你不可能全拿的啦。对啊，当然啦，一定不可能全拿。对啊，好咯，那其实我觉得在最后呢，我对于这个电影，其实我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平淡，但是后坐力非常强的一个电影。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
30岁以后再看的电影。是，它会去让你思考，然后想再让你去想说，对，那对于我来讲，好了，我就觉得它是恐怖片，其实我就很讨厌去想这种东西，因为像最后其实生死的问题，像 Sam 他最后，因为我一直在想说他要开音乐会，他最后会挑哪一首曲子，然后结果他最后竟然是挑的是艾尔加的《爱的礼赞》，而且《爱的礼赞》他又演奏的那个风格是让你觉得不会太甜腻，然后又会觉得有感动，淡淡的，但是又有点哀伤，你就会觉得哇，很棒，很大人的味道。对，而且它的结局也是我喜欢的，是所谓开放性的结局，因为我没有看到死亡。对，好哦。对，虽然说天蝎座跟死亡有关，但是姐夫真的对于死亡这件事真的是很对啊。那今天我们这个 Supernova 就讲到这边。刚开始我们有科普告诉大家超新星是什么，然后最后呢，我们也告诉大家巨蟹配那个宝瓶跟射手宝瓶是什么样的状况。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留言在我们下面。好，留言在我们下面，下面的留言处，下面的留言处。哎，你看，哦，姐夫你在开车吗？我今天又怎么？我没有在开车，我走。对啊，那下个礼拜我们要聊什么电影呢？我们也拭目以待。OK， 好，拜拜。